苏氏后裔苏洛，来属100年前先祖苏恒典当的华夏国运。国运，100年前的债，苏家9族都赔尽了，你拿什么赎？拿我的命，苏家的血来还苏家的债。凤凰纹身，你是苏家养的那个祭品，你不是来赎当的，你是苏家养了100年的绝命祭品。祭品又如何？100年前我先祖点出国运，今日我便要赎回来。90天。什么意思？90天后，国运逾期，华夏生机彻底断绝。你先祖点出的是这片土地的命脉，我拿一半神魂堵住裂缝，否则国运早已溃散。所以我是最后的祭品。你是唯一的钥匙，也是必死的代价。到时候山河崩碎，文明断层，人类退回蛮荒，没有电，没有粮食，没有秩序，你见过的文明全部归零，而你会亲眼看着自己化为脓血。我赎。契约已成，倒计时开始。什么？你逾矩了？思恒，这间当铺的规矩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影子来定了？破坏契约平衡者，抹杀，这是天道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护不住他的，规则要他死，他必死，你也要陪葬。走，去密室。听着，他杀你，国运就完了，我100年的伤白挨了。你不许死，思恒。规则不让他活，那我就把他写进契约里。你动他，就是动规则根基。100年前，我担了一半国运的伤，今天再看一份，愿我接。你的身体。别动！你竟敢把外人写入契约本体？什么？你这是在挖当铺的根基？根基？100年前我拿命填裂缝的时候，你忘了？从现在起，我的命就是他的命，你杀他，就是杀我。你敢动手吗？90天后，若国运不归，你们两个都会被规则彻底搅碎。为什么要救我？不是救你，是救我自己。就这100年没散的国运，你死了，我一样完。多洛，你的命现在归我了。你的神魂撑不住了，但我不允许你死在这里。告诉我怎么帮你。死，苏洛。从你踏进这间当铺开始，死就是最奢侈的解脱。这些裂痕是怎么回事？当铺掌柜只要违反规则，动用力量，就会遭到反噬。裂痕扩大的尽头，就是彻底消散。那你别再违规了。不违规，我们俩都活不过今晚。要赎回国运，不是简单交钱就能了事。国运乃天地重器，必须以等价的特殊物品来换。要换什么？第100年，国魂，这是100年来华夏先烈为护山河留下的执念。第2，万民愿力，那是万千百姓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祈愿。第3，山河信物，那是华夏9鼎之灵，是山河根基，3件缺一不可。90天时间够不够？不够也得够。如果凑不齐，国运将永久归当铺，华夏文明会逐渐衰亡。那第1件去哪儿找？北方古战场遗迹即刻动身。我要用掌柜权限开启通往古战场遗迹的通道。为什么不直接走过去，非要传送？
古战场是被封存的历史碎片，只有通过当铺通道才能抵达。我先过去确认安全，你等信号再走。你身上的裂痕还没恢复，一个人去太危险。这里的味道全是铁锈和血腥气。啊？什么东西？这些是没能赎回魂魄的典当人，死后永远困在遗迹。那些狰狞的怪物曾是守家卫国的英灵，他们不只是怪物，是活生生的人。未完待续。苏洛怔怔地看着那缕青烟消散，心里涌起说不清的酸涩。不要再违规了，你会死的。如果现在不挡住，我们俩都会被怨灵撕碎。苏洛发现，怨灵们虽然疯狂，但始终不敢靠近遗迹中央的祭坛。沈墨，你撑住，还有什么办法吗？我可以动用镇灵之力镇压他们，但这会让我裂痕扩散全身。不要，一定有别的办法。我们不能再赌你的命了。如果我用血脉唤醒他们的记忆，让他们释怀，是不是就不用你了？理论上行得通，但你的血脉能承受这么多怨灵的共鸣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100年的委屈，我替他们接了。以血为引，唤我英灵归位。规则降临，思痕来了。放弃蜀国，我可以让你们活着离开，否则你们会永远困在这里，沦为怨灵。我绝不放弃。那就死在这里。快一点，我撑不了多久了。愿这片土地不再有战乱和苦难。还行不行？死不了。碎片到手了，但还不是完整的国魂，需要继续收集。你们逃不掉的，90天倒计时已经开始。那就看看，是你的规则印，还是我们的命印。以命为柱的国运救赎正式进入倒计时。没用的，这是规则反噬，不是外伤。只有不再违规，让时间慢慢恢复，才能愈合。下一个国魂碎片在哪里？抗战时期的一个古镇，那里曾发生过惨烈的阻击战，几乎全军覆没，但顶住了3天3夜，碎片应该就在那。出发。你不需要休息吗？90天太短，1天都不能浪费。这里的天空比之前的战场更加阴沉。你们听到了吗？是枪声，还有喊杀声。这是历史回声，那些牺牲者的执念太深，至今还在战斗。脚下积雪中渗出的寒意，不仅仅是冰霜，还有死亡的气息。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还没成年，眼神里没有恐惧，只有决绝。子弹打光了，他们就端着刺刀冲出战壕。
沈墨，你怎么了？当铺在反噬我，权限正在被收回。如果继续强行履行职责，我会当场消散。那我们回去，先让你的伤养好再来。不可以，国魂碎片正在消散，遗迹也在崩坏。那我背着你走，你只管指路，收集碎片的事交给我。凡人之躯亦能承载起守护山河的重任。他们在古镇废墟中搜寻了2天，虽然找到了碎片，苏洛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空洞。不对劲，我感受不到那些士兵的情绪，只有空洞的回响。快扔掉，那不是真正的国魂，是伪物。什么意思？这不是碎片吗？思恒用规则之力制造了这些假货，一旦触碰，就会触发当铺的抹杀机制。他会把收集者的灵魂当作入侵者抹杀躲开。他以肉身为盾，强行渡出神魂，只为中和那致命的毒性。沈墨，你醒醒！你为什么总是这样？命都不要了吗？因为你死了，我也活不成。这不是心软，是规矩。这场博弈没有赢家，只有在毁灭边缘愈发紧缠的宿命。沈墨昏迷了整整1天1夜，苏洛就这样守在他身边。不能在这个古镇继续耗了，去长城。沈墨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身体真的行吗？行不行都得去。长城之巅藏着国魂的核心碎片。这里没有游客的喧嚣，只有被时间和战火侵蚀过的原始墙体。这里碎片力量最强，但思恒也一定设下了最危险的陷阱。一代又一代士兵站在这里，寒风吹裂了脸，却从未后退。痛哭声，为什么？这种沉重。不要哭，他们不是要你哭，是要你记住。洛儿，我知道你会来。先祖为什么要典当国运？当年华夏已到最危急时刻，列强瓜分，内乱不止。我走遍所有契约，唯有典当国运能争取到喘息机会。我知道这是饮鸩止渴，但我赌100年后会有后人赎回。你就不怕没人来赎吗？怕，但我更怕华夏连这100年的机会都没有。取走它，若赎国失败，你我神魂皆将永恒消散。我愿意。苏杭递出的不仅是国魂核心碎片，更是华夏1000年的宿命。啊，这力量在烧毁我的经脉。别松手，你的血脉没问题，但你的身体太弱了。那该怎么办？我不能放手。以我墨色残躯渡你华夏血脉，墨血合一，墨色与血色汇成洪流，从未有过的力量在这一刻诞生。当铺掌柜与华夏后裔血脉相融，这从未有过。沈墨，你的伤竟然在愈合，是血脉共鸣的反哺。国魂的力量在治愈你，也顺便救了我。找到思恒的弱点，它不仅是规则，它也是执念。先祖的指引以下，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。苏洛体内的国魂碎片虽然回归，却如散沙一般，始终无法凝聚。所有关于国魂的记载，最后一页都被撕了。有人故意隐藏了信息。睡梦中，一阵若有若无的低语声穿透墙壁，钻入苏洛的耳中。沈墨，你听到了吗？柜台后面有声音。
国魂需以万民愿力滋养，方可成一体。无愿力，国魂终将碎散。难怪碎片无法凝聚，原来是缺了愿力这个粘合剂。万民愿力要去哪里找？它在每个普通人心中，但要成型，必须让足够多的人自发祈愿。那就让所有人都知道真相，知道那90天的倒计时。这是一步险棋，一旦引起恐慌，被思恒利用，愿力就会变成怨力。以人心为赌注的生死博弈，就此拉开序幕。思恒出手了，他不再直接追杀，而是将目标转向了普通人。一夜之间，全国多地突发天灾，地陷山洪，连环爆炸，媒体无法解释，民间谣言四起，动荡在黑暗中疯狂滋生。这是思恒在施压，他制造灾难，暗示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人在赎回国运，他在逼我们，只要我们放弃，灾难就会停止。这个混蛋，他竟然利用无辜的百姓来威胁我们。思恒的逻辑很简单，如果赎国会导致更多人受苦，那行动就是错误的。可赎国是为了救所有人啊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未来被典当吗？他只看眼前的因果链，不看长远。在他眼里，秩序高于一切。那是思恒的预告函，也是最后的通牒。我们不能坐视不管，哪怕暴露行踪，我也要去救人。好，我跟你去。这规则若要诛心，那便先诛了这天道。思恒之节降临，江水暴涨，10几万居民命悬一线。苏洛闭上双眼，开始催动体内散落的国魂碎片。那是古战场上士兵的遗言，是百年来无数先烈的牺牲。这些影像投射在天际，整个小城都能看到。万千祈愿化作微光，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。碎片在愿力的滋养下，像拼图一样严丝合缝的重组。堤坝裂缝停止了扩大，狂暴的江水渐渐回落。苏洛睁开眼睛，眼中多了一层淡淡的金光。这股力量，它一直在守护着这片土地。第一个赎品搞定了，接下来是剩下的2个，万民愿力和山河信物。国魂归位后，思恒会更加疯狂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成功了一步。怕什么？来一次打一次。成功收集国魂后，沈墨在密阁中枯坐了2天。你到底在找什么？山河信物的线索，那些被历史埋没的真相，找到了。山河信物竟是华夏9鼎的灵力集合体，9鼎象征9州灵力，正沉睡在不同的历史时空。你是说我们要去那些时空唤醒他们？只有唤醒鼎灵，才能重塑国运，少一块都不行。先秦、楚汉、唐宋，一共9处节点，9处都要去，这得跑到什么时候？9鼎合一，方为信物，这是唯一的路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吧。一场跨越1000年的时空追猎正式开启。这是时空穿梭法阵，可以定位到不同的历史节点，但每次穿梭都会耗费我大量的神魂之力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先秦铸鼎之地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从光芒中走出？
我们不是敌人，我们来此是为了找回九鼎的灵力。外来者莫要信口雌黄，此乃祖传圣物。老人家，这石头是不是从大禹铸鼎的遗址中捡到的？你如何知道？此事从未对外人言说。神迹竟然真的唤醒了，大禹的精神显灵了。我是来取回鼎灵的，但我可以帮你们实现一个愿望，作为交换。此地百年大旱，若能赐予我们一条河流，此物便赠与贵人。以当铺之名，聚天地灵气，开。它是你们的了，愿大禹的神灵护佑华夏永存。第一枚，终于拿到了。第二个坐标，楚汉古战场乌江。走吧，去见见那位西楚霸王。血脉在共鸣，鼎灵碎片就在这江底。水下压力太大，我的墨画之力会大打折扣。我是霸王旧部，在此守护鼎灵100年，等一个有缘人。要如何才能取走碎片？去赶走那些流寇，证明你有比霸王更强的守护之心。苏洛，退后，我来解决他们。杀戮解决不了问题，这次我来交涉。你们知道项羽为何自刎乌江吗？他宁肯舍弃生命，也不愿连累江东父老，这是守护，而非掠夺。我们走。仁义之心，方能承载国运。去拿属于你的东西吧。霸王当年宁可自刎也不渡江，是因为他觉得无颜面对江东父老。你刚才用他的故事感化了那些流寇，说明你懂得了霸王真正的遗愿，不是报仇，是守护。当铺掌柜，你动用时空穿梭之力，每穿梭一次，当铺的规则根基就动摇1分。你已经违规多次，裂痕虽然暂时愈合，但根基已经断了30%。你再这样下去，当铺会毁在你手里。当铺存在的意义是守护，如果守着规则，却眼睁睁看着文明覆灭，那当铺还不如毁了。你的逻辑错得离谱，规则是铁律，不能因为个例而改变。你为了救苏洛一个人，已经违背了当铺数百条规矩。如果每个掌柜都像你这样，当铺早就崩塌了。我不是每个掌柜，我是我自己。沈墨，醒醒，你别睡。沈墨，你给我睁眼！你还没看到华夏重回盛世，你不能死在这儿。我扛不动了，沈墨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我救不了你，也救不了国运。苏洛，你醒了，这是你最后一点。凡人才会饿死，我这副残躯不需要这些，拿着。契约还没断，我的命就还在你背上，哭够了就吃了它，带我走完剩下的路。好，我带你走，死也带你走。
泰山之巅，黎明破晓，苏洛与沈墨终于抵达了这片通往天地的门户。泰山自古被视为通往天地的门户，九鼎的灵力核心应该就在那里。九鼎归一，山河重现。这一刻，九州的脉搏在泰山之巅共振。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还有万民愿力没有收集。至少我们又完成了一步。如果这世间有绝对公正的规则，永远不会被人心左右。该多好，就不会再有贪婪 M 不公了。他体内的执念被当铺吸收，与规则之力融合，逐渐凝聚。思恒并非恶魔，而是苏杭渴望绝对公正的产物。先祖并不是想创造一个怪物，他只是太绝望了。思恒不知道自己的本源吗？当铺抹去了他关于苏杭的所有记忆，只保留了规则使命。他以为自己是天地自然的产物，却不知自己是执念所生。如果我们告诉他真相呢？以思恒现在的状态，他不会信。把那东西毁了？不可能。国运被典当是为给华夏争取喘息的时间，如今100年已过，不需要赎回。当下的华夏是靠自己的实力站起来的，不是靠实力就能抹掉契约。如果不赎回，总有一天当铺会收回一切。那就让那一天来，也许那是文明的宿命。你不配谈宿命。沈墨，任何交易都有代价，强行逆转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。代价我们付，不用你操心。你们迟早会后悔的。好不容易集齐的九鼎之灵，被思恒一指就裂了。裂痕虽不影响功能，但说明思恒的力量在不断增强。90天已过半，最后10天，他将拥有不可抗衡的实力。就算最后一天他能一拳打碎泰山，我也要把这件事做完。总算有2件了，就差万民愿力。万民愿力最难，因为它不是靠武力能拿到的，只能感召。它需要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发自内心的祈愿。若让百姓看到这些来自历史的信物，或许就能唤醒愿力。但这会引发恐慌，思恒也会借此大做文章。那就想办法，既让大家知道，又不让大家恐慌。哪有这么简单？那就想一个不简单的办法啊。让我想想。整整3天依然没有万全之策，既能唤醒愿力，又不引发恐慌。那就直接公开，华夏子民没你想的那么脆弱。不是脆弱，是思恒。他一定会把善意祈愿扭曲成恐惧、怨念。一旦凝聚出愿力，这局棋我们就彻底输了。先释放部分国魂力量，让百姓感受到守护，再慢慢引导祈愿。可行，但不能在大城市。先选一个偏远小城做试点。仅仅半天，
谣言便如瘟疫蔓延，善意被恶意瞬间反噬。人心里有善意，也有恶意，而思痕最擅长放大恶意。宏大感召的失败，让九鼎的裂痕愈发狰狞。此时的苏洛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绝望。姑娘脸色不太好，这碗汤是大姐多送你的，暖暖身子。谢谢大姐。你们是为今天那光影的事吧？别想太多，我看了，我信，那是真的。您为什么信？光影里那个战壕里的年轻人像我爷爷，他跟我讲的故事一模一样。对，那光影里的长城就是我老家那段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国魂不是抽象的历史，而是流淌在每个普通人血脉里的祖辈记忆。沈墨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们不是去唤醒愿力，而是去连接愿力。一家一户地走，90天根本不够走遍全国。不需要走遍，只需要走出一条链，然后让这条链自己蔓延开。星星之火终将连接成守护山河的万民长链。苏洛开始行动了，他选择从那个小城的边缘村落开始。他没有用任何特殊能力，只是挨家挨户地问他们关于家乡的记忆。第一天只收集到了10几缕微弱的愿力，但苏洛已经很满足了。那个女人是骗子，专门来骗你们老人的感情和钱财。找死！沈墨，住手，让我来处理。那些愿力化作光芒，浮现出村民讲述往事时的笑脸和泪眼。我不是来骗你们的，我是来把你们对家乡的爱连在一起的。闺女，我相信你。苏洛继续着他的行程，1周里收集到的愿力越来越浓，但真正让他触动的是一个藏在深山里、交通闭塞的古村。村里祠堂供奉的不是神佛，而是一块刻着山河永固的石碑。祖训说，只要这块碑在，村子就在。几百年来，我们从没离开过。苏洛站在碑前，血脉共鸣启动，他看到了数百年不曾中断的守护之心。沈墨站在远处看着，没有打扰。闺女，我看你不是坏人，你需要什么尽管拿去。老人家，我不需要拿走任何东西，我只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份坚守值得。他将古村的愿力放大，化作一道柔和的光柱冲天而起。远处的人们看到光柱，心里都莫名的感到一阵安定。以当铺之名，敕令国魂归位，山河入网。他彻底打破了铁律，将当铺底蕴强行注入了万民的心中。妈，我想家了，今年我一定回去。人们没有看到神迹，却感到了久违的力量与希望。沈墨，快停下，你会死的！不能停，一旦停下，钢链上的愿力就会彻底断裂。我说过，当铺护不住文明，那就该毁掉。你要毁掉当铺，我便陪你以命度命。他们在祠堂里苦撑了1天1夜，直到愿力网络彻底稳固。这些痕迹，就是我盼到的勋章。掌柜保住了命，却也永远留下了那场救赎的印记。有些契约一旦签下，便是跨越100年的生死纠缠。愿力过载的代价，是灵魂正在先于肉体崩溃。他选择独自走向那场必死的祭典。你答应过我，绝不独活。你为什么要来？因为我们绑定了，你死我也死。你以为一个人献祭就能保护我？不可能。我又蠢了。不是蠢，是想一个人扛回去吧。
想别的办法。共生契约是诅咒，也是他们最后的救赎。就在苏洛和沈墨都几乎精疲力竭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力量出现了。古村石碑受苏洛血脉感召，开始自主向外辐射愿力。全国各地那些承载了千年的祈愿之地纷纷发出微光，覆盖了整个华夏大地。第二天早晨，人们发现碑里的水泛起了涟漪，这片土地在呼吸。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无数人同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。愿力网络形成了反哺，不仅治愈了他，也治愈了当铺的损伤。原来愿力不是谁唤醒的，它一直都在，只是没人把它们连起来。这就是华夏，每个人都只是一点光，但连在一起就是太阳。在这场全民觉醒的洪流中，某种宿命的变数也悄然浮现。那是先祖年轻时的样子，他记起了自己的本源。你背叛了当铺，背叛了规则，背叛了苏杭曾经赋予你的使命。你不是苏杭的执念，你是苏杭的遗憾。他当年绝望是因为救不了华夏，但他从未放弃希望。你把他的绝望变成了永恒的规则，这才是最大的背叛。无论如何，契约必须执行。蜀国需要付出的代价，不是愿力能抵消的。放弃蜀国，我可以让你们活着。不，那你们就去死。山河永固，文明长青。不可能，凡人的愿力怎么能够抵挡规则之力？因为凡人的愿力不是规则给的力量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，从历史里传下来的，从每一颗跳动的心脏里生出来的。你所谓的规则，在他面前什么都不是。还差最后一步。蜀国需付对等代价，国运乃天地重器，3件蜀品分量不足。额外的灵魂代价是什么意思？3件蜀品只能抵消7成，剩下的3成必须以赎还者的神魂为代价，不是献祭，而是抹除。你会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所有时空彻底消失，好像你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没有任何人会记得你。不行，不能用你的神魂来付这个代价。那用你的？你又不是赎还者，我的神魂不顶用。我想清楚了，用我的神魂来补那3成代价。不行。有什么不行的？我是赎还者，这是契约规定的。契约不合理。你还当铺掌柜呢，当铺的规则不就是你守的吗？什么时候觉得不合理了？以前我觉得规则就是规则，不需要合理。现在我开始觉得不合理了。你听我说，没有我的神魂，蜀国就完成不了。那3件蜀品是我们拼了命才集齐的，每一件都有无数人的牺牲。如果因为我的犹豫功亏一篑，我死也不会瞑目。你死了还能不能瞑目都无所谓，
反正都会被抹除。那就更无所谓了。我会记得你，如果你被抹除了，所有人都会忘记你。但我是当铺掌柜，我的记忆不受规则影响，我会记得你，哪怕全世界都不记得有一个叫苏洛的人，我会记得。谢谢你。既然你意已决，我会配合你完成最后的仪式。沈墨表面上不再反对，内心却开启了一个危险的计划。他在寻找一个答案，能否用当铺本身来替代赎还者的神魂？典当当铺，以掌柜神魂为引，献祭核心。这意味着他的神魂会被核心吞噬，彻底消失。他在黑暗中坐了很久，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倔强的背影。沈墨，谢谢你。这一局我替你入。他开始秘密准备仪式，第一样是苏洛的一滴血，第二样是他作为掌柜的墨画本源，最后一样是需要他主动献出的当铺核心钥匙。傻孩子，不用跪。我替你赎国，是替你赎罪。不是赎罪，是破局。我当年典当国运，不是因为我罪大恶极，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但我一直相信，100年后我的后人会有比我更好的选择。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国魂、山河、愿力，看到了你和一个不肯低头的掌柜。我没想到当铺的掌柜会为了一个凡人不惜背叛规则。我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文明也好，为了规则也罢，你们所做的一切比我当年勇敢得多。赎国的时候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沈墨不用牺牲，用我的神魂作为代价，但把他被抹除的记忆转移到我的残魂上，让我彻底消散，换他存在。你不能这样。我已经死了100年，不差这一回，而你还要继续活着。他就站在当铺的门外，透明无形，但他无法迈过门槛，因为当铺的规则禁止他进入。我不是罪大恶极，我只是没有别的选择。思恒，你并非规则化身，你只是我当年绝望时造出的执念。思恒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陌生的情绪，那是迷茫。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公正的代言人，现在才知道自己只是个产物。如果规则本身就是错的，那我守护的又是什么？思恒收回迈出去的那只脚，转身消失在夜空中。他想看看这两个人到底能不能走出一条不同的路。沈墨注意到了这些变化，但他没有说破。追杀好像变弱了，难道真的是运气好吗？怎么了，沈墨？这当铺为什么会突然崩裂？我可能做了不该做的事。你的血脉之力竟然能和我的墨画之力永久融合，这种新频率让当铺核心无法识别我们是入侵者。你什么意思？这种融合到底代表着什么？意思就是，也许我们不用谁消失，就能完成赎国。原来我也不过是这万千执念里最可笑的一缕。沈墨，这死局你破不了。破不了，那就烧了它。苏洛，别抗拒我的力量，把你的命彻底交给我。沈墨，若这规则要华夏国运崩盘，那我们就做这规则的送葬人。以无之魂，沉汝之血；以无之命，弃汝之生。
旧账清了。沈墨，你看，天亮了。沈掌柜，能不能让我进去坐坐？既然是裁判造访，当铺没有拒之门外的道理，请。我听到了你们昨晚的争吵。你偷听？当铺的墙壁挡不住我，我只是以前没想过要听。思恒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做一个实验，让我来当这个裁判，判定你们融合方案的可行性。若可行，我放弃追杀，助你赎国；若不可行，我将直接摧毁一切。不信你。你们没有别的选择，倒计时只剩不到30天了。好，我们接受。但你怎么保证你判定公正？因为我是规则的化身，规则本身不需要偏向谁。你可拉倒吧，你就是苏恒的绝望，偏向本来就写在你的基因里。也许这一次让我看看苏恒的另外一面。实验开始了，我要看一次完整的力量融合演示。我会全程记录分析你们的每一个细节。只剩20天，不是说好90天吗？我们忽略了时间流速，时空跳跃消耗了现实时间。我们已经消耗了将近80天，剩下的实际时间只有10天。苏洛感觉像被浇了一盆冷水，寒意彻骨。10天内要完成测试，通过判定，执行仪式根本不够。够不够都要试，不等明天了，今晚就开始融合测试。两种力量在试探中碰撞，生死博弈正式进入读秒阶段。不行，这样下去永远融不了。你们排斥的不是力量本身，而是彼此内心最后的那一点隔阂。你什么意思？苏洛，如果没有说过这件事，你会不会愿意和沈墨站在一起？你不敢承认，你做这些不仅仅是为了文明，更是因为你不想看到苏洛死。如果没有契约绑定，你还会不会保护他？其实我早就想说了，谢谢你，是谢谢你让我知道，这个世上还有人愿意为了别人豁出命去。我也想说，你是我见过最倔的人，但我喜欢。这不是让你们谈恋爱，是让你们放下隔阂。但现在看来，隔阂已经放下了，重新开始融合测试。当铺钟声如丧钟般骤然敲响，时空误差导致90天期限瞬间归零。时间到了，契约失效。我们做了那么多，国魂、山河、愿力，全都白费了。谁说赎国必须在90天内完成？逾期不赎，国运归当铺，但没说逾期后不能赎。当铺有权选择是否接受赎回，只是代价更高。是真的吗？逾期当品仍可接受赎回，代价由掌柜酌情裁定。那规则锁是怎么回事？你可以手动开启赎国程序，但要付出掌柜的全部权限。开。你疯了！没了掌柜权限，你连人都做不了。那就做鬼，只要能破了这死局，做鬼又何妨？沈墨，你听着，你若死了，我也绝活不成。共生契约，我竟忘了，你我早已命悬一线。沈墨，洛儿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典当这间当铺，以此地承载的所有规则为筹码，赎回华夏国运。沈墨出权限，洛儿出血脉，但这还远远不够，必须得到规则化身思恒的认同，契约方能生效。帮你们毁掉我存在的意义，你们未免太天真了。
你不是规则，你是先祖守护华夏的执念所化。你不是我的绝望，你是我当年的那句对不起。好，这最后一笔交易，我签了。当铺崩解之日，便是国运重光之时。但我需要先确认你们的决心。不准使用力量徒步百里，这不是考验决心，这是折磨。愿意承担多大的痛苦，决定了契约的分量。走吧。他们卸下异能，走进了深秋的荒野。第一天顺利得不可思议，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没有异能压制沈墨躯体上的裂纹，在雨水中隐隐作痛。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原地？吃吧，补充点体力。你吃，你裂痕都疼成这样了，肯定更需要。那我分你一半。凡人的血肉之躯正在为这份契约注入最沉重的分量。在第3天傍晚，他们终于到达了那座废弃的道观。石碑拓片就放在正殿中央，被一层薄薄的灰尘覆盖。历代掌柜的手书誓言，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过一句话：成契约，守山河，虽万死而不辞。规则如铁，人心如火，以铁护火，铁可熔，不可折。国运已当，吾辈之耻，100代之后必有人赎。今日典当铺，明日赎自由。掌柜可死，文明不可亡。苏洛在此，与君共赴。100年意志，竟未断绝，考验通过。那是当铺建立之初的原始契约副本，典当当铺有了合法性依据。这盏灯终于还是要燃尽了。先祖为什么会消散得这么快？我把最后的力量都注入了契约副本，那是典当当铺唯一的路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了我们，你连最后的一点神魂都不要了吗？100年前我让后人受苦，100年后总得为你们做件有用的事。你比我幸运，遇到了一个愿意陪你拼命的人。记住，护文明而非护规则，规则可改，文明不能断。思恒，谢谢你，还记得我。先祖，他在墙里，在当铺里，从未离开。孩子，活下去，文明的火种不能灭。我想起来了，你不只是创造者，你是救我命的人。原来那场国运典当之前，佑曾是我的将军。我想起来了，一切都想起来了。当初我是苏杭身边的一个亲兵，名叫阿冯，16岁家乡遭灾，父母双亡。我倒在路边奄奄一息，是苏杭路过把我捡了回去。他教我读书识字，教我骑马打仗，把我从一个瘦弱的难民培养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。为什么要典当国运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以为我想吗？我没有别的选择。那我去替你死，我的命给你。你的命不值国运的价。我觉得我的命毫无价值，执念被当铺捕获，变成了思恒。苏杭不是不珍惜我的命，他是珍惜所有人的命，但我当年不懂。不用碰我，我不是活人，也不是魂，我是规则的错误，但我要纠正这个错误。我会用最后的力量助你们典当当铺。我欠苏杭一条命，而你们是他唯一的后人。你不是错误，
你是苏杭最放不下的人。这些交易太不公平了。当铺从不关心公平，只关心等价。这就是规则的问题，它只计算物质价值，从不计算人心。我们需要解开这些规则链条，只能由掌柜解开，但每解开一条，你的神魂就会受损一分。这里有7749道规则锁，全部解开，你撑不到最后。你放开，让我来。你不是掌柜，你碰都碰不到。没什么好犹豫的，开始吧。沈墨，你怎么样？规则锁识别解链者的意图，若只为任务，反噬加倍；若为守护，反噬则减。他想起他在古村面对村民的投石，那绝不后退的执着；想起在废墟中他那瘦弱，却从未松开他的背影。沈墨，谢谢你。为了你，这些反噬又算得了什么？将凤凰血脉注入他体内，那是他唯一的生机。这股力量好暖。沈墨，你做到了，我们做到了。还没完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典当程序。把副本放在核心上，然后你们2个人一起念出典当宣言。典当宣言是什么？很简单，念出你们要典当的东西和要赎回的东西。典当物，契约当铺本身及其承载的所有规则、契约、过往交易。赎回物华夏文明永久不受束缚的发展权与无限可能性。以我等神魂为证，此契成立。告诉苏杭，我这次没有让他失望。旧神枷锁已碎，文明的余晖在废墟中重燃。沈墨，你怕不怕？怕什么？怕就这么消失了，什么都不剩。会剩的。剩什么？华夏。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你是想听我说舍不得你？我舍不得你。你再说一遍。舍不得你。有没有后悔走进那扇门？从来没有。他们化作了守护文明的漫天金雪，他们虽已不在，却永远活在亲手换取的自由盛世。万家灯火便是他们最温柔的告别。